大家好，之前有很多朋友反映想申请这个美国卡，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美国汇丰的开户教程。可以这么说吧，你如果想开美国户口，第一个入门的话，我建议是美国汇丰，因为美国汇丰在我看来它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一个，门槛比较低，而且没有任何要求，你就可以远程异地申请，也没有什么门槛，直接申请，基本上都是可以过的。除非你的条件非常差。一般情况都是可以过的。当你有了这个美国汇丰的话，你可以申请其他的美国地址啊、美国税号啊、美国证券号啊，这些一系列的都可以跟我慢慢的学起来。大家跟着我，先是开这个美国汇丰户口。美国汇丰户口大概分这几步吧。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汇丰银行的一个背景。我零开的第一步，因为你要开通美国汇丰的话，你要提前准备一下你其他的地区的这个汇丰，这是必须的，要不然你没办法申请。开户要求你要准备的这些材料啊，这些你该注意什么？还有这个开户流程，第一步要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填写申请表、注册网银，还有这个注意事项，这都是我透写整理的很多要注意的这些点，因为很多人都踩了很多坑，碰到了很多弯弯绕绕。今天我把这个所有大家所遇到这些问题全部带给大家，让大家少走弯路，一步到位，顺利的是开通美国账户，完成走向世界的又一大步。关于汇丰银行的话，这个背景介绍，我是找这个维基百科大概看一下。这个为汇丰集团的一个公司，它这个总部是在英国伦敦，它在香港也有总部，它一共两个总部香港总部还有英国总部，这两个总部。而且它汇丰银行的业务主要还是在亚洲地区，它相对来说核心业务在亚洲地区，所以说我们比较容易申请。而且我这么讲吧，如果排除一些其他因素的话，香港这个总部可以说是它的全球总部。它之所以把总部列在英国，有些原因，我想大家如果懂的话，自然要懂这个东西。而且目前来讲，市面上的所有银行，汇丰银行是唯一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国际银行。怎么说这个全球化还国际化？因为首先，真正全球化的银行，你像其他的规模比它要大的，你像这些摩根大通啊这些，规模比它大，还有工行这些，但是它这个国际化不如汇丰。汇丰所覆盖的这些国家，基本上覆盖了全球所有的绝大多数经济体，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银行。第二个，国际化，规模很大。要说这个汇丰银行的一个规模的话，它全球的资产规模可以达到，目前是排行全球第6，就可以这么说吧。规模比它大的，比如大通银行，没有它国际化，真正比它国际化的又没有它规模大。反正就是你大概这个意思，大家了解一下。因为你要国际化的话，这个开户门槛基本上就在这个汇丰 Premier 这个账户50万起存。有些人说这个门槛比较高，但是对于汇丰来讲，它还不是最高的，它相当于私人银行业务，它这个门槛起步好像是$100万还是$500万，在香港这边它就有这个私人银行。而且它的一个发家史，为什么叫它的全名叫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为什么还有香港上海呢？因为它当时是在鸦片战争时期，在上海成立，英国人在上海成立的一家银行，当时还给清政府借款了。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已经有150年历史了，到现在做成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大银行。而且现在它的总部虽然在英国，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现在70%的业务都来自于英国以外，世界各地都有。如果学会了在国外经常出行的人，应该知道，能在任何国家地区都能看到汇丰银行它的一个背景。开始的话，准备的第一步就是有2种开户路径。第一种的话就是去内地，直接去内地线下存款50万，然后能拿到内地的 HSBC 汇丰的卓越理财账户，请他客户经理给你远程见证开通香港的汇丰卓越理财或者汇丰 One。因为目前来讲，汇丰已经把大陆的这个普通用户的这个门槛已经关了，现在在中国大陆地区只保留汇丰卓越理财高级客户的要求就是50万存款，
你必须得满足这个要求才可以。而且作为一个外资银行，它在国内的这个网点还是比较少的，它相对来说大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大家可以看看，这是汇丰在国内的一些网点，像北部地区啊，北京啊、长春、大连、天津啊这些，还东部这些上海啊、苏州啊、南通、无锡啊都有。中部地区，你像西安、武汉、成都啊、昆明啊都可以。南部地区这些海口，你像这些大的一个省会城市，基本都是可以有的。如果觉得这个50万门槛实在太高的话，我建议没有这个50W，你直接想零开的话，还有一条方法就是你来香港，你入境之后，在香港开通这个汇丰One 账户，就是 HSBC One， 你在这个银行开一个这个账户是没有存款要求的。但是最近开户的人比较多，他可能会给你提一些条件，待会儿我会告诉大家这些你在来香港之后，在香港开这些汇丰One的一个注意事项，我都会给大家一一列明，让大家少走冤枉路，提前把这个准备好，过来的时候顺顺利利的。有了这个汇丰One，你就可以往申开通其他国家地区的汇丰账户。有些地方如果有这个普通账户，你就可以开这个普通账户；如果没有这个普通账户，你就可以也可以开通它那个卓越理财 Premier 账户。去这个营业网点的话，你要办理，你现在目前在内地地区，你想办这个汇丰账户，必须得去线下。线下有很多要注意的，我给大家讲一讲。你去的话，你需要下载这个 HSBC 内地的手机 APP， 你需要提前在上面预约一下，它系统会给你发时间，你再过去，要不然它不会接待你的。我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是有一个客户经理，他是别的银行的渣打的那个推荐我开的这个，当时渣打行呢是我开完之后，他就推荐我，你如果想再开到通，可以推荐，因为他有朋友在这个汇丰，让我建议我开一个汇丰卓越理财，因为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是有这个汇丰的内地汇丰的这个信用卡，我在这个汇丰里面保存了我之前有保存这个信息，我是就这样过去的。说一下我在内地办这个汇丰的这一个坎坷经历吧，因为他现在内地汇丰要求的话，必须得存50万，达到这个汇丰卓越理财账户规模，他才会给你办理。因为我去的时候，我是有这个实力的，但是暂时没有这么多现金。他就问我你能提供一下你的资产证明吗？巴拉巴拉巴拉，比如说是房产证明啊，什么现金证明啊，股票证明啊，是这一系列的。我说我有这个东西，我为什么呢？我可以提供，但是你这些东西有啥根据吗？他说，因为我们开这个是需要有这个50万存款的，要不然是没法开的。说是这么说，但其实你在办理开通这个卓越理财账户的当时的话，他没有要求你立马转进去，他就是先审核一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看一下你的账户余额或者是你的一个身价证明，能证明你有这个50万。我当时是给他看了一下我的资产，他觉得达标了，就给我开通申请。但是我资金又一时半会儿又过不来，我问他有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资金在别处在用着，我告诉他我说我想过一段时间，这个具体时间的话，我得看我资金的一个使用情况再办过来。但是如果我资金没有过来，我不想交这个手续费，因为这个汇丰它有最低存款要求要达到50万，如果不够50万的话，它每个月会有300多的一个账户管理费，这个让人很蛋疼，所以说一下就劝退了很多人。我是这么说的。当时内地的客户经理告诉我，可以你暂时先不把钱转进来，但是我给你可以免费3个月的一个免费的管理费，在这个3个月之后，你的3个月之内，你这个账户可以零存，但是等你3个月之内，你如果把这个钱存之后存不进来的话，这个资产达不到这个50万最低门槛的话，他会收你的300多的管理费，是这样的。我让他给我免了前3个月的管理费，把这个大概跟他核对资料啊、审核、检验资料啊，杂七杂八的整了一两个小时。当时办户的人也挺多的，客户经理一边给别人忙，也在给我忙，最后把这个办下来了。最后这个我当时是在北京办的，因为我人当时已经不在北京了，他要我一个地址证明，必须得是一个北京的。我找到了一个以前朋友的一个地址，他到时候把这个直接发到北京去了，最后才
给我转过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要过去的话，如果有50万最好了，如果没有的话，我建议最好来香港。你如果想图方便的话，我觉得就是你要提前准备一下，你能把这个理由能说服这个客户经理，让他能知道你有这个50万的实力。我当然不推荐大家作假这些，还是提供你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多大能力办多大事儿，不要勉强。因为最终你把这个账户申请之后，咱的目的是要申请其他国家地区的汇丰专业理财。你把这个搪塞过去了，你最终你要通过内地的这个客户经理见证开通美国的、香港的专业理财。虽然说你要见证，但是他一看你这个账户的余额不够50万，他是不会给你办的，因为他是有这个权限可以这么搞的。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有能力的就是走内地这条如果没有能力，香港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一点，但也只是相对，因为你来香港你得坐火车吧，你坐飞机吧，机票什么的也得个1800，过来在这边其实逛逛就当旅游一趟也好，开卡之旅嘛。亲临香港这个柜台办理这个汇丰 One 卓越理财，汇丰 One 或者卓越理财都看你我是 Premier 卓越理财账户，有这个汇丰 One 账户之后，你就可以开通这个手机银行，开通网银，通过网上银行开通其他地区。你可以通过线上客户经理预约，他去他这个国际中心去远程给你见证开户，也可以，就是你自己操作。我今天着重讲一下，你通过一地的汇丰账户在网银上申请其他地区的，就自己申请，不需要花钱，你也不需要再跑这个汇丰银行去排队。你来的时候把那个姿态放好一点，因为怎么说呢，像香港这边的银行服务态度真用一个字形容是非常差，还不是很差，是非常非常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怎么说呢，可能就是有钱人太多了，你像什么随随便便几万几十万100万，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普通客户，没有啥多少的，对咱们来讲就是已经很多了。但是他们大客户见多了，什么私人银行客户什么高级客户几百万、上千万、上亿的资产的，在香港来说都很常见。所以说，你别觉得你有这个100万能达到这个卓越理财的这个门槛，你就觉得你高一人一等，没有这回事儿。而且他们从来不 care 这些，而且服务态度极差。我最开始以为是汇丰是这样，但是走过香港这么多银行，我发现香港的所有银行服务态度都很差，我不知道为什么。客户就是上帝，以人为本，我觉得这个咱内地做的非常好，这一点我要批评一下香港还有其他国家地区。你来之前，你最好在下一个 HSBC HK 的这个手机银行，你在网上预约这个线下办理，找一个网点开户。因为怎么讲呢？我建议大家去比较偏远那些地方，不要去这些你像旺角这些商业繁华的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可能客户太多了，很多都是有米的，比咱财大气粗，人家就比较照顾他们这些大客户，所以说他们业务很忙的，一般不会 care 你。我给大家打开地图，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是香港的地图。你看，香港最繁华的地方基本上都在九龙这一块，还有港岛这个沿线。所以说我推荐大家办卡的时候不要来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你就这么想吧，中轴线跟这一块环线，这就是最繁华热闹的地方，因为他们面对的这个大客户很多。大家申请这些网点的时候，可以往这边走一走，这一条环线在靠边一点，不要去这些主街道。你像这个弥敦道杰尼士道这些，它都是主干道，这些银行它都是每天业务很忙的，他不会问你这些内地的小客户，他们不缺业务，所以说你去这地方很可能要么他不会给你办，给你设置各种门槛，要么就你要排队排个一上午，可能你可能一上午你都办不到，因为他们确实很忙。地点推荐最好去偏一点的地方，你像这些汇丰银行这边有一个，你像什么青衣元朗天水围大埔这些，你看越偏的地方越好。首先你去这些地方，他们可能这个业务需求人流量没有这么大，他们需要这个业务可能会对你来说会尊重你，所以说不会给你设置门槛。
可能去一次就可以，甚至不需要排预约都可以。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去那个网点办业务的人可能不是很多，所以说你不需要排队，可能时间比较短，1-2个小时可能就搞定了。如果你去这些主要干道，你先不说能不能给你办理的话，你排队先排2-3个小时，到你之后，再告诉你不接受内地用户办卡，这你不一下就傻逼了，对不对？这是一个你来香港的话，一个地点的一个选择。当然了，你如果有你的专很够的话，钱很多的，账户上躺了好几百万的话，这样你当然可以去这些弥敦道啊、旺角啊、太子啊这些繁华地段的这些大的一点网点。你有钱了当然，但是你些小客户的话，我建议还是去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等你排队2个小时左右把这个办完了。因为有的地方是可以直接拿卡，有些地方会给你邮到家里，这个就看这个网点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大家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下那个地址证明，有可能是有些地方上发到家里。因为香港这边开户审核比较严格，一般的这个排队是在所难免，你需要2个小时，排队需要3个小时。所以说你准备一上午时间，因为香港的银行开门时间是上午9点，你最好8点多就到香港开始排队。如果顺利的话，一个上午应该就可以办完了。因为香港的账户他会直接给你发到你的家里，而且这个香港的卡绝大多数都是银联的口续卡，而且开户以后直接可以在 APP 或者是在网页上申请汇丰万事达的这个 debit 卡，而且这个 debit 卡有12个币种，没有这个货币转换费大家也都可以申请，不管你是汇丰万还是汇丰卓越都是可以申请的。到时候你直接拿这张绿狮子卡，你去内地任何一个提款机都可以提款，你去国外旅游也可以，它有12个币种都是可以用的。它自己转换，你只要账户里面有余额，你申请那张卡里面有余额，你用这个 debit 的这个绿色扣账卡去任何国家消费，它会从你的余额里面扣除，自动转换。现在你去的话，你消费好像还有一个返点。3%还是0.3%，0.3%还是0.4%，好像具体我不记得了，因为绿卡我还没用过，只是申请下来。大家来香港开户的话，一定要带一下这个证件，你身份证还有港澳通行证你过关的时候这个小票一定要保存好因为到时开户的时候他可能会让你出示这个小票，你最好再带一个地址证明。他网点如果不给你当场下卡的话，他可能会把你的卡片以那个挂号信的形式寄到你的内地地址。如果有香港这些朋友的话，你留这个香港朋友的地址最好了，让朋友给你带给你。这完全可以自己申请，没必要找中介。我在网上看有些人说是开香港那个户口花3000、4000甚至5000的，我觉得真的有必要吗？你就过个关的功夫你真的就是也可能就是信息差吧，他们专门赚这个信息差。你看到韩哥这个视频之后你赶紧自己申请一下，省这个3-4千。你如果钱多的话可以给我帮你申请，你给你打个半折就可以。而且没有看到我视频之前有人找中介花钱办的，请告诉我一下，我看看有多少大冤种找中介办的卡。同样的，你要办理其他国家地区的汇丰银行账户的话，也需要这些东西可能没这么多，但是身份证、护照还有这个地址证明，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在好多期视频里面都在讲这个地址证明，可见这个地址证明有多重要。我还要着重要讲一点，大家留内地地址的时候，最好把这个内地地址的中文用翻译软件翻译成这个英文，因为你下一步如果申请美国汇丰账户的话，他要你提交这个地址证明必须是全英文的，因为那个中文他们看不懂。所以说你在申请这个汇丰万账户的时候，你最好就是把这个地址留成英文的。你这样的话，你卡片寄到家之后，你以后会收到这个英文的地址账单。香港汇丰的地址账单也是英文的，就有了这个地址账单，你开通全球各地的这个汇丰银行账户都是顺顺利利的。你这样，香港开户你首先要排2-3个小时的队伍，你一大早起来去排队办理业务的话，有的网点还好，就让你坐，有些地方基本上都没有让你休息的地方，你在这站着等。办业务的时候也是站着，
所以这点我要给差评。你不如在内地，等的时候有沙发坐，办业务的时候也是坐着。你在香港不是，都是站着。他业务员是站着给你办理业务，你那个办理业务也是等着站着等他们，大概需要几个小时，1到2个小时、3个小时不等啊，坚持。看这时候就看你憋尿的能力了。有些地方的话，厕所很少，你要排2个队了，你又内急了，你要去找个厕所，过来之后又得重新排队。因为你想想，香港这地方金融中心啊，它不仅仅是面对的全球各地的用户，它还有很多本地用户啊。咱去办业务，本地用户也在办业务，很多老头老太太也在那排队。所以说，大家要排队之前提前找好厕所，先上个厕所，放水，不要到时候2个小时的队伍一下又跑去上厕所。这个客户要求部分条件，不然的话会收这个账户管理费。香港这边的话是360多港币，美国这边的话是50美元的一个管理费。如果这个管理费欠费的话，你的账户又没有钱，他扣不了的话，你像美国汇丰的话，他会关你的户。你像英国这边会好一点，如果长期没有余额不够的话，他会给你降级。那个美国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普通用户了，他直接会给你关户。关于香港这边的话，开户的话，我推荐5米的就果断选择 One 账户，你不要再折腾这个专业理财 Premier， 因为很麻烦，升级降级升级降级，有时候银行给你封了，投好的就直接一步到位 Premier 或者是商誉都可以。把这些资料全部提交完毕之后，有的直接拿到卡就很顺利，有的拿不到卡，或者是再要申请这个信用卡，他会有把这个卡片以平邮的形式发到你的地址，你登记的地址，大概要等很长时间，1个月都有，大家一定要耐心。信用卡也是，我见很多朋友就是申请这个信用卡，打过很多次电话就可以银行客服，拿到卡片就可以算是起步的第一步，从0到1了，可以算是毕业了，但是仅仅是开始下来就跟我一起进入美国汇丰的美国汇丰账户的一个申请。开户流程大家可以进入美国汇丰官网，大家进入美国输入这个地址之后，一定要看后面有个 US， 这个才是美国汇丰 US 才是美国汇丰账户。进入到这个主页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有个 International Client Open US， 这就是汇丰国际账户的一个国际用户的一个申请通道，大家选择国际客户，点击进入，然后这个大概的一个开户流程，它支持30多个国家地区，不论在哪里，你的银行也是这个无缝连接的。你需要其他地区，只需要有一个地区的一个汇丰账户，都可以申请全球只要主要国家的一些汇丰主要账户，而且都是可以开通的。点击这个开立美国账户，因为美国它网页是全英文的，我帮大家把这个翻译了。这个开立账户，点击这里，检查你的资格，把这个点击一下，检查你的资格都有什么资格呢？点下一步，你用申请。因为目前来讲，美国就只有Premier账户了，它没有这个普通账户，所以你至少需要其他他要求的其中一项，你才可以达标，才可以申请，要不然的话你是没有这个资格的。你首先第一个，至少有$75,000的一个存款或者投资，必须要大于$75,000，他才能保留你这个户口，要不然到时候会给你关户的。至少每个月有$5,000的一个直接存款，比如说工资收入啊，这些房租收入啊，你在美国有财产，这个是可以的。你像咱一般人没有，你网上说那个什么滴滴的作假那种汇到美国人，我不建议这样，因为大家不知道，在7、8月份到9月份。有一波这段时间美国汇丰发疯了一样，封了一大批用户，基本上那一批用户7、8、9、10月份的基本上都被封了。你打电话问客服不知道，安全部门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说你违规操作，没有任何违规操作，账户在那停着就把你账户给锁了。每次打电话都是让你联系这个安全部门，安全部门有时候也不知道，要等，有的人等2个月，我就是等了2个月。我里面有很多米在里面，所以说我对这个就很差评。我现在还在找他们事儿呢。所以说大家还是规范一点。我觉得那段时间可能是有些人薅美国汇丰羊毛，把美国汇丰薅怕了，甚至有些人做这个假的地址账单。我觉得这个一定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的话，有句话说得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你把这条路堵死之后，后人就没法玩了。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规规矩矩的按照上面的要求来，不要作假啊。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原始贷款，你在美国汇丰有这个贷款，至少50万美元的一个房屋贷款，还必须至少18岁，位于目前国家地区之一的汇丰。这些国家地区就包括香港、英国，或者是这个咱们中国内地目前不算这个，再可以网上你必须是存个50万，让客户经理给你异地见证。如果在网上我说自己申请的话，必须是香港汇丰账户，香港汇丰 One 或者香港汇丰 Premier， 大概就是这样。其他国家的汇丰账户，你需要准备的材料有护照、地址证明，3个月的。这个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英文地址证明。所以说你留地址的话，一定要留英文的，你这时候就要用到这个英文地址。其他的这个汇丰的地址账单或者是其他都可以。在美国工作这种情况，有护照、地址证明、雇主工作签证或者计划去美国留学，在美国有财产这种情况，大家对号入座看你属于哪种情况只要符合其中一个就是可以的。继续下一步我是用香港地区的汇丰卓越理财申请的。我打算在美国居住吗？不，我不打算去美国。然后 Premier 和 Premier 支票账户，到时候点这个。现在支票账户我不知道因为支票账户的话就是类似于一个随时进出的，因为像美国人他的一个消费习惯就是储蓄账户一般是不用来消费的。如果储蓄账户的资金来去有点频繁的话，它会被银行界定为可疑账户，它是会给你锁账户的。大家平时要用来转账或者是用来消费的话，用的是这个支票账户。大家选这个 Premier 支票账户和储蓄账户，平时的不用的钱放在储蓄账户里，用的钱要支取的钱放在这个支票账户里。他俩都在这个储蓄银行里面。检查你的审查资格，刚才我说的满18岁，其他国家的一个汇丰正在申请个人存款账户，这些都选上。请描述下列描述的一个情况：我在美国有一个汇丰账户，或者在美国工作，你看你符合哪一条就选择哪一条。你需要做什么因为你这个还要准备一下 iOS 一个手机或者一个平板电脑能拍摄的。因为到有一步的话，你需要扫描你的身份证，证明你的身份，你的护照，还有你的真人要出镜，要拍一个类似于活体检测的一个视频认证。你自己要把这个手机准备好。这上面有要求，你提交这些档案，你的护照要有效期在6个月之内的，不能说是快到期了，这个不行。你的永久地址证明，只要是地址证明就行，英文地址证明。就我刚才说的，你通过内地汇丰或者通过香港汇丰账户，你留一个内地的地址，你把这个在网页上把这个地址翻译成英文打上去，他给你发这个地址证明就是英文的。最近汇丰银行的一个对账单正好就是用汇丰的这个对账单。而且我最近跟美国这边的银行接触，他现在收到了一个新的一个说法，他说这个银行不能太新，就比如说你今天刚申请了香港的汇丰，你隔几天就申请去美国，这样不建议。我觉得这个，因为他现在审核这个比较严格了，他有可能给你拒了。我建议最好等个1个月，有个1个月有一些流水，或者是时间长一点再申请。我也不知道汇丰这边什么样，所以说如果刚申请可以试一下。如果汇丰嫌这个账单太新的话，到时候给我反馈一下。大概需要20分钟来完成这个应用程序，这是一个大概时间。这些隐私资料大家都这个打勾，因为你把这个都打勾选之后，你才能申请下一步。网速很慢，当时后面的我就没有再截图了，因为大体意思就是这样：要用你的护照，要扫描，还要拍照，还要提交你的地址账单，下来要你本人上镜，录一段视频。这个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所有的资料必须为真实的，你的收入来源、你的工作，还有你的资产情况，还有你一些资产来源，后面就会问你一一给你核实这些东西。大家如果填了用了一个假的信息，他回头会核实你这些。因为美国这边资金的一个进出是管理非常严格的，这个资金如果来路不明，你没法证实的话，美国这边是会给你追索的。
因为有些人申请，我听过有些人反映，申请的他提交了很多资料，发了20多封邮件才把这个信息核实完了。因为在这一点，美国是非常变态的，而且美国是一个全球征税的国家。有一句话说得好，在美国永远摆脱不了死亡跟税务，说的就是美国。所以说这个资料我建议不是这个资料大家一定要真实的，不要作假。大概有的快的就是立马能审核，就当天就能给你发邮件，你申请成功了，这个卡片就会给制作，在几个工作日之内，他会把这个实体卡片通过 DHL 快递发到你内地的地址，通过这个转运以及海关的这个时间，内地有的说基本上在半个月、1个月的时间内，你就会收到这张美国汇丰的一个实体卡。你收到实体卡之后，就可以注册手机银行网银了。有这个手机银行网银了之后，你就可以通过资金转账转到美国汇丰账户了，你就可以炒美股干啥用的。这个 DHL 这快递我是发到香港的，我还是很快的。当时申请完之后3天到香港，我收到这张卡了。这张卡我看全球的这个卡，我有很多地区的汇丰卓越理财都长这个样子。英国的不一样，还有泽西岛的不一样，其他的卓越理财都是这样，颜色可能会不一样，还是蛮漂亮的。网银设置大家要记住，这边一个登录密码会有一个6位数的密码，大家一定要记着。如果换手机了，就需要重新设置手机 app 设置安全手机的时候需要用这个6位数密码，到时候忘了会很麻烦。因为手机 APP， 你像咱内地，我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几年前那会儿还用的是手机的那个令牌，现在的他把这个 app 跟这个手机令牌合二为一的，直接每次登录网上银行还是手机银行的话，直接会要在手机 app 这上输入这个登录的这个验证码，每次都要用手机 APP。你每次换手机的时候，一定要记着把这个手机 UK 转移到另一个手机，要不然的话你操作很麻烦。等卡片到了之后，你要设置一个密码。美国这边很奇葩，它这个储蓄卡的密码只有4位。有些人如果担心资金被盗刷的话，最好不要开通这个实体卡，你开通网银就可以。网上有说是资金有被盗刷的4位数密码，你记着最好把这些信息都记下来，到时候不怕忘了会有一些安全问题，手机这些资料问题，还有你的家人信息这些，他回头审核部门会给你发邮件，让你证明一些东西，下来转账入金了，你可以通过国际汇款的形式转账过去，也可以通过这个全球转账，因为你有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汇丰账户，你通过汇丰国际转账这一个业务，直接可以零损秒到账。就比如说是我有香港的汇丰，我有美国的汇丰，我通过香港汇丰的 APP， 通过一个汇丰的一个全球转账功能，直接把港币转到美国或者美元转到美国是无损的，直接秒到。这个我下期会专门给大家讲一下汇丰的全球转账功能。这个功能是非常，目前来讲全球只有汇丰跟花旗这2家银行做到了，但是花旗的门槛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它的覆盖的这个地区没有汇丰多一点。申请完了就坐在家里坐等这个卡片寄到家吧。祝大家美国开户之旅顺利最后大家别忘了关注一下我后期我会出更多的这个教程，大家敬请期待。